很多人可能都曾经在一些心理励志的文章看过要拥抱受伤的自己这句话。虽然它看起来只是一个鼓励的鸡汤，但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表示，物理上的拥抱自己可能真的有疗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蝴蝶拥抱法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看过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有关系的人，可能有听过蝴蝶拥抱法这个词。剧情当中呢，男主角为了帮女主角舒缓情绪，教她呢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然后左右轮流的轻拍她的肩膀。这样的互动呢，除了让很多人陷入粉红泡泡，也引出了不少心理专家出来解说，这种动作其实真的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而且就连英国的哈利王子都是这种疗法的拥护者。在一个2021年的纪录片《你看不见的我》之中，一开始哈利就分享自己以前呢每次要飞回伦敦时，都会因为压力而全身紧绷。这个治疗师呢就引导他在回忆这段创伤时呢，用蝴蝶拥抱法来舒缓情绪。蝴蝶拥抱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治疗？有没有科学根据？实际上会有什么样的成效或是限制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蝴蝶拥抱法其实是动眼治疗或叫做 EMDR 的一种形式哦。之所以被叫做动眼呢，是因为这种治疗最早是用活动双眼来舒缓创伤，也就是呢让个案在回想一段创伤的同时，眼睛盯着治疗师的手左右来回摆动。后来呢，才有研究人员发现其实不一定要用眼睛，任何形式的双侧刺激都可以达到治疗效果，像是轻拍自己两边的肩膀啊、大腿，或是用灯光、声音来进行两侧的刺激。过程当中呢，治疗师也会教个案去觉察自己的情绪跟生理反应，并且引导个案思考创伤带给自己什么样的负面信念，还有自己希望这些负面信念可以转变成什么比较正面的想法。举例来说，假设有一个人的创伤是曾经因为上台表演出错而被底下的观众嘲笑，那他的负面信念可能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而治疗的目标呢，就是要重拾自信。这个时候，治疗师就引导个案一边回忆自己在舞台上面那种很羞耻又尴尬的感觉，同时双手交叉轻拍自己左右两边的上臂，进行蝴蝶拥抱。而这样子的疗程呢，大概重复6到12次之后，负面的信念可能就会渐渐的被正面的信念取代，对自己的看法跟情绪状态也会得到改善。明明只是重复一样的动作，为什么这样子就可以改善心理状况呢？我们先简单的说明一下动眼治疗背后的理论基础哦。发展这套治疗的夏皮罗博士认为呢，我们的大脑其实都具备适应负面事件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呢，尤其在我们睡觉时的快速动眼期会发挥作用，让我们有的时候呢，一觉醒来会感觉前一天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如果遇到的是比较重大的心理创伤大脑可能会因为受到太大刺激，呈现暂时宕机的状态，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跟消化一些跟创伤相关的记忆，让创伤的细节都被原封不动的保存在脑中，也很容易呢，因为一些小事就勾起这个创伤，陷入痛苦之中。这个时候动眼治疗的作用呢，就是把创伤的回忆从长期记忆当中提取出来，然后用眼球运动或者是两侧的感官刺激，模拟快速动眼期的过程，活化我们大脑自动处理创伤的神经系统。而且在左右来回的规律动作当中呢，我们的大脑会呈现忙碌状态，所以回忆创伤时呢，本来会有的这个情绪波动也会变低。也就是让创伤回忆呢跟比较平静的情绪反应产生连接，久而久之身体就会习惯在回忆创伤事件的时候呢，不去产生那么大的反应。不过这都只是理论上面的说法实际上面的治疗效果真的会那么好吗？目前动眼治疗呢，被 WHO、美国精神医学会、美国心理学会呢都认可是可以治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方法。最常呢被用在治疗经历过战争或是重大意外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个案，像是911事件的幸存者。在台湾呢，也有一位八仙城堡的受害者在自己的书中分享自己透过动眼治疗重新看待创伤的过程。
而且近年也有研究发现，动眼治疗其实不只可以用在处理这些重大创伤，日常生活当中的焦虑啊，或者是忧郁这类的心理状况呢，也几乎都可以用动眼治疗来舒缓。因为这些情绪状况呢，很多都是连接到过去的某个不好的经历，所以重新处理好过去的回忆呢，就可以改善现在的情绪。过去也有脑造影的研究发现个案在接受动眼治疗之后呢，大脑前额叶的脑活动会提升，显示一个人可以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行为。另外呢，也有证据发现像是这个蝴蝶拥抱法这类的触觉刺激，可以促使大脑分泌脑内啡这类的快乐荷尔蒙，降低一个人的焦虑感，增加安全感。那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效果，那如果想要自己在家尝试动眼治疗是可行的吗？专家建议要尝试动眼治疗，最好呢还是要先咨询过心理师或者是医师等等专业人员。不过也有人提到呢，如果只是针对一些生活当中让自己不开心的小事，还是可以尝试简化的版本。至于要怎么进行呢？首先要找到一个舒服而且让自己有安全感的环境，可能是自己家里面的一个空间，也可以先练习一些呼吸放松的技巧，以免自己待会想到不开心的事情会觉得很不舒服。接着呢，先在脑中想好自己不开心这件事情给自己的负面感觉是什么，还有希望这样子的负面感觉可以转变成怎样的情绪。例如说，今年台湾发生了好几次规模比较大的地震，有些人呢就算没有靠近震央，可能也会因为看了太多灾区的新闻而感到有点不安。那如果这样子的情绪状况没有到太严重，可能就可以在家用蝴蝶拥抱法这类的动眼治疗，告诉自己我现在很安全。过程中脑中有任何的想法跟感觉都不需要自我批判，而是尽量的去接纳自己。多重复这样子的练习呢，也许心里面的安全感就会增加。不过这样子的自我疗愈还是需要加上警语因为有的时候呢，心情也可能因此变得更糟。有些人在回想自己的创伤时呢，可能会出现头痛、疲倦或者心悸等等的生理状况，或是在回忆创伤的同时又造成了2次创伤。这也是为什么一般来说专家不建议自己在家尝试动眼治疗，因为出现副作用的时候自己会比较难处理，而且自己尝试的效果通常也比不上有专业治疗师的疗程。因为有经过训练跟认证的治疗师，可以依据标准化的程序，有效而且安全的引导个案进入回忆，陪伴他们再次的面对创伤。不过，即使是有治疗师引导疗程呢，动眼治疗也有一定的限制。有专家就提醒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这种疗法呢是可以消除过去的创伤记忆，但实际上呢，不好的回忆跟不舒服的感觉还是会在，只是不舒服的程度会降低。另外，治疗成效呢也会依据每个人的特质、心理状况，还有治疗师的引导方式而不同。而且因为这种疗法仰赖的是大脑的自我疗愈力，所以呢，对于一些因为遗传或脑伤所造成的心理或精神状况，这种方法呢就比较不适用。那当然，最保险做法呢，还是先询问过自己的心理师或者是医师，让专业的人员判断怎样治疗可能最适合自己。刚听说蝴蝶拥抱法的时候呢，我们内心也是抱有一点怀疑，觉得靠一些号称可以刺激大脑自我疗愈的动作就可以让心情变好，这种说法有可信度吗？但另外一方面，内心也是偷偷期待，如果这样子的方法真的就会有效，那也太方便了吧。因为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某些事情让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想知道蝴蝶拥抱法到底是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还有可以怎么样进行。那在看了很多的资料之后，虽然最后还是觉得看起来很神秘，毕竟有不少的学者觉得背后的各种心理或者神经机制都需要再进一步的理清。不过这也让我们发现它并没有真的像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而且如果要真正有效，除了需要有执照的治疗师一步步的引导，还要个案自己很坚持的努力才能够走过创伤，绝对不是拍一拍自己就没事了。另外一方面呢，在看了很多的个案分享之后呢，也可以大概理解动眼治疗为什么会被很多人推崇。其中一个优势可能是呢，它不需要个案一再的讲述自己的创伤，而是自己在脑中重现创伤的画面。那虽然两个方式同样可能会造成不舒服，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起要努力的形容出自己内心的痛苦，自己在心里面想象的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小。所以呢，如果是因为这一点就降低某些人面对创伤的门槛，那么觉得这样的治疗就可以是有帮助的。另外呢，也很希望这一集的内容让更多人知道，疗愈创伤的方式有很多即便呢这个一般的谈话性的心理治疗不适合你，还是有很多像是蝴蝶拥抱法这样子很不一样的治疗方式。也许呢多去尝试，有天还是可以找到方法呢，让内心的伤口复原的。
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如果有需要，你会想要尝试看看蝴蝶拥抱法这类的动眼治疗吗？ A 会想要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么的神奇有效？ B 不会如果真的遇到心理困扰，我还是比较想找人聊聊。 C 如果其他的心理治疗都没有见效呢，可能才会想要考虑看看。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蝴蝶拥抱法。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以及集体创伤。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 Hami Video 电视馆首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